第278章妻换青灵弦。听着侍女的通报，亚飞也是微微一愣，旋即转头望着萧炎那瞬间阴沉下来的脸色，无奈地摇了摇头，轻声询问道：“纳兰嫣然？”“是的。”侍女躬身回道。“他找我有什么事情？”亚飞微皱着黛眉，轻声呢喃着，叹了一口气，望向萧炎，歉然的道：“抱歉。”“去吧，这是你的工作，我又不可能怪你。”笑了笑，萧炎脸庞上的阴沉散去了一些，挥着手道：“你或许现在并不想与他见面，那先在这里稍等一下吧，让我问清他所来何事后，再送你们出去。”亚飞美眸在萧炎与淡然不语的海波东身上扫过，试探的道：“也好。”略微沉吟了一下，萧炎微微点了点头。现在的他还的确是不想与那女人过早见面，所以当下并未拒绝亚飞的提议。见到萧炎答应，亚飞松了一口气，附耳在侍女耳边，让得他好生照顾两人之后，便是快步行出了这所房间。“你和纳兰嫣然有些过节。”望着那消失在门后的背影，海波东端着那变成结冰的茶杯，略微有些诧异的道：“萧炎点了点头，缓缓地坐在椅上，脸色并不太好看。“难道你这次上云岚宗便是与他有关？”瞥着萧炎那略微有些难看的脸色，海波东一怔，旋即错愕的道。这次萧炎没有回答，平静地抿着茶水，微眯的眸子中泛着淡淡的寒芒。瞧得萧炎这模样，知道了某些答案的海波东也不再继续追问，缓缓摇了摇头。看来萧炎执意要上云岚宗的目的他是有些明白了，不过让得依然他有些迷惑的是，那名为纳兰嫣然的女人对的萧炎究竟做了什么，竟然会让得定力不凡的家伙甚至宁愿与云岚宗这种庞然大物产生不和的关系。明显的，在加玛帝国与云岚宗不和诚然是很愚蠢的事情。“哦，对了，你寻找恢复灵魂力量的东西做什么？灵魂受创了？”不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海波东忽然想起萧炎先前对需要的物品，当下有些疑惑地问道。眉间不着痕迹地轻微挑了挑，萧炎缓缓地抿着茶水，心中在急速转动了片刻后，平静地道：“上次那佛怒火莲搞出来的后遗症。”“哦，那东西太恐怖了，有点后遗症倒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听得萧炎这般说，海波东却并未有丝毫的怀疑，毕竟那佛怒火莲的威力实在是有些恐怖。目光在萧炎身旁扫了扫，微皱着眉头道：“严重吗？”努力地让得自己的心跳和往常无异，萧炎斜瞥了一眼海波东道：“不是很严重，不过也不是平常的伤势，因此我才需要寻找能够回复灵魂力量的奇物，来使得我快速恢复。”听得萧炎这略微有些模糊的回答，海波东眉头一皱，偏头望着那张看不出其他任何情绪的清秀脸庞，嘴唇微微蠕动了一下，不过却并未吐出什么话来，微微点了点头，便是低头盯着茶杯，沉默了下来。借助着茶杯水面的反射，萧炎清楚地瞧见了海波东的反应，那紧握着茶杯的手掌松懈了许些，缓缓地抿了一口茶，润着有些干涩的喉咙，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房间中随着两人的沉默，气氛逐渐地寂静了下来，那守在一旁的侍女也是战战兢兢地不敢出声打扰，连给两人换茶时都是极为小心，不敢弄出半点声响。安静的气氛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左右，一阵急促而清脆的哒哒声响从门外响起，旋即亚飞那窈窕的身姿也是出现在了两人的视线之内。“他走了？”将手中的茶杯缓缓放下，萧炎随口问道。走进房间，亚飞对着那端着茶杯的海波东恭敬地点了点头，旋即将目光转向萧炎，修长的仙指轻轻地点动在桌面上，片刻后方才在萧炎那疑惑的目光中笑道：“萧炎弟弟，你真的很需要那种能够恢复灵魂力量的天地奇宝。”“挺需要的。”心头微跳，萧炎点着头，目光紧紧地盯着亚飞，轻声道：“拍卖场里有，只要你能拿出来，我可以付出让你们满意的价格。能够回复灵魂力量的奇物极为罕见，要是以我们米特尔拍卖场的庞大交流量，也极少收集到那种物品。”亚飞摇了摇头，无奈的道：“那你的意思？”萧炎眉头轻皱道：“我们米特尔拍卖场
的确没有那种能够恢复灵魂力量的奇物。不过，据我所知，加玛圣城的某个家族却是拥有着一株名为七幻青灵弦的奇异植物。这种植物的根茎能够提炼出一种极为玄奥的液体物质，而这种物质便是回复灵魂力量的最好药物。亚菲苦笑道：“哦，真的？”闻言，萧炎脸庞瞬间涌上一抹惊喜，急忙道：“是何家族？”亚菲俏脸上浮现一抹苦笑，吞吞吐吐的模样看上去有些迟疑。疑惑地瞧得亚菲这般表情，萧炎一愣，旋即似是想起了什么，当下脸色逐渐阴沉，道：“你不会说的是纳兰家族吧？”“的确是他们。”亚菲无奈地点了点头。那种宝贝，恐怕任谁都会好好的珍藏着，抛去我对他们厌恶的缘故。难道你认为纳兰家族会将那七幻青灵弦出售给我？萧炎揉着额头，低声道：“难道让我去抢？不过，若真是不得已的话，谁让你去抢了？纳兰家族可是与我们米特尔家族齐名的3大家族之一呢。而且，纳兰家族的好几人都是在帝国的军方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论起防卫森严程度，绝对不会比我们米特尔家族弱。虽说你有着海波东老先生的相助，可想要从纳兰家族那重重防御中顺利的将七幻青灵弦拿到手，那也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白了萧炎一眼，亚飞嗔道：“若是最后一个不慎，他们拼个鱼死网破，将七幻青灵弦给毁了，那你不是白做工了？不抢又不能正常交易，我又想要得到那七幻青灵弦，那你说怎么办？”萧炎微皱着眉头道：“纳兰家族的老爷子在几年之前曾经和一条剧毒无比的5阶魔兽烙铁毒印蟒战斗过，虽然最后将之击杀，不过却也不幸被后者将一种令人闻风丧胆的毒素烙毒注进了其体内。你精通炼药，想必应该知道这种毒素的厉害，在记载中并不犯被烙铁毒印蟒越阶毒死的6阶魔兽，若不是因为其数量实在是稀少的可以忽略不计，恐怕大陆上很多强者都会在这种毒素下骇然变色。”亚飞笑了笑，却是忽然说起与七幻青灵弦毫无相关的事情来。那东西的确很毒，不过这似乎和七幻青灵弦没有太大的关系吧？听得烙铁毒印蟒的名字，萧炎脸庞也是微微变了变，旋即摇着头道：“你听我说完好不好？”娇俏地白了萧炎一眼，亚飞继续道：“这些年依靠着强横的斗气，那蓝老爷子虽然一直压制着毒素，不过随着其年龄的增大，毒素的反弹越来强。在半个月之前，潜藏在其体内的烙毒终于是完全爆发，而在这种爆发下，实力在斗王级别的纳兰老爷子便是彻底的倒了下去。现在整个纳兰家族都是乱成了一团，四处寻找炼药师出手救援。寻找炼药师？以纳兰嫣然的关系，不是能够直接请动丹王古河呢？以他的炼丹术，还有什么毒不能化解？”萧炎淡淡的道：“请了，可连古河也没有办法清除烙毒，那种毒素就犹如他的名字一般，深深的烙在你的骨骼甚至骨髓之中，任何丹药都难以将之清除。”摇了摇头，亚飞苦笑道：“连古河都没办法？”闻言，萧炎顿时惊异的道：“点了点头。亚飞沉吟道：“不过虽然古河并未清除毒素，可却是说了条可行的法子，那便是控制火焰，进入纳兰老爷子的身体，然后用高温将其中的烙毒排除。可惜这有着一个最重要的前提，那便是火焰必须是异火。所以现在纳兰家族也是出了大价钱，到处聘请拥有异火的炼药师，不过可惜没有任何收获。即使是他们开出了让的即使是我们米特尔家族都眼红的庞大代价。对了，在那庞大代价中，便是有着那株七幻青灵弦。”亚飞摊了摊手：“谁能够将纳兰老爷子治好，那便能够得到那株七幻青灵弦。最近已经有很多炼药师去试了试，可惜都是无一例外的失败了。先前纳兰嫣然找我，便是想让我们米特尔拍卖场帮忙宣传一下，看看能否寻找到具有异火的炼药师。或许你可以去试一下，毕竟当初你的那件事情和纳兰老爷子并没有太大的关系，甚至在后面还暴怒地将纳兰嫣然赶出了好几次家门。虽然这并不是永久的，
亚飞凝视着萧炎，道。闻言，萧炎眉头紧皱，手指缓缓地敲打着桌面，沉默不语。